杨掌柜，高掌柜，这主桌啊，我们已经安排了贵客，请几位掌柜那边请。请。几位掌柜，里面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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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坐。好，快几个啊，不是好，快点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几位掌柜，这桌我们已安排了贵宾，还是请几位掌柜那边请。我们还不算贵客吗？是啊，今年就属我们几个帮东家挣钱最多。不是说好了专门宴请我们吗？我们还做不了上席。不好意思，各位掌柜，有劳了，请。有劳了。哎，几位掌柜，请。坐坐坐。王管家，少奶奶呢？啊，少奶奶在门口迎接贵客。什么贵客呀？来了，各位掌柜就知道了。肯定是官府的人。哎，我们八心八肝忙活了1年，在东家眼里，还是没有我们呐。对了，今天你们交账的时候，少奶奶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？没有，就点了个头。对我也没说什么，只有二爷四爷说了2句辛苦了。哼，我们不仅是掌柜，也算是股东，这少奶奶连句话都没有。这少奶奶呀，虽然做生意很厉害，可人情世故啊，还是差了点儿。贵客到！哎呦，杨，杨，哟，我那傻儿子！哎呦，你看我傻儿子！杨，你怎么来了？少奶奶派轿子把我接来了，说今儿晚上啊，我是贵客。娘，爹，娘，娘！哎呦，儿子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儿子啊！哎呦，娘，真没想到啊！请各位爹娘入座，请各位掌柜伙计入座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这还是第一次东家请我爹娘吃饭呢。没想到今年的贵客，竟然是咱们的爹娘啊！呀，来，走，谢谢少奶奶。坐。二爷真好。都入座。好，入座。张罗一下啊。老书记，帮我扛个桌子来。请大家静一静，少奶奶有话跟大家说。各位掌柜，各位伙计，这第一杯酒，让我们敬一敬这块土地上的先人。感谢我们的祖先赐给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奋发向上的品性，让我们在过去的1年里赚了很多的钱。也请祖先们继续保佑我们，来年顺利平安，继续赚大钱。这第2杯酒，让我们一起敬一敬老爹老娘。掌柜们在外奔波，
为吴家的生意尽心尽力，却不能在家尽孝。我是心怀感激，也是心怀愧疚。各位老爹老娘，在过去的1年里，你们受累了。我周莹自幼离家，没给父母尽孝，是平生最大遗憾。在座所有掌柜伙计，都是我的亲兄亲弟，你们的爹娘，那就是我的亲爹亲娘。这快过年了，我带我的兄弟们，给爹娘磕个头，祝爹娘身体康健，万事平安。第3杯酒，我要敬一敬我的兄弟们。跟兄弟们喝酒哪能用杯子啊？给我。我们也帮忙。你们都是各大商号的掌柜，也是吴家的股东，更是我的兄弟。对掌柜，我只有一句话：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对股东，我也是一句话：风雨同舟。对兄弟，我周莹更是一句话：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干！少奶奶，你把我们当兄弟，我们也绝不辜负你。我们再接再厉，来年赚更多的钱。少奶奶，我高宝路，从今往后永远都是吴家的人，你叫我干啥，我干啥。少奶奶，你放心，明年我们会更加兢兢业业，一定要让吴家的生意更上一层楼。
真是太贵重了。贵重，还有比这更贵重的呢。还有更贵重的。上第2道菜。前些日子，泾阳重修文庙，少奶奶也出了重金。不过呀，不是以少奶奶的名义，而是以大伙的名义。大伙面前这帖子，就是重修文庙的碑志，上面就有着大家的名字。你看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。啊，你看是你的上面有。哎呦，这黄金是少奶奶对大伙辛苦1年的犒劳，而这重修文庙，则是造福乡里、泽披后人的大功德，是少奶奶给大伙儿最贵重的新春贺礼。没得说，少奶奶慷慨豪迈，仁义无双，我等均佩服万分。从今以后，无论做生意还是做人，无论火里来水里去，我等均无二话。爹，武聘，这快过年了，我来给你们点上长明的油灯了。武聘，外面的笑声都听到了吧？爹，没有吵到你吧？武聘，你还记得不？当年我们商量过，要将吴家东院发扬光大，要将东院的生意做到那张地图上的各个角落去。现在你听好了，今年我们赚了400万两银子，东院算是发扬光大了。你和爹一定都很高兴吧？所有人都高兴。唉，只是我，武聘，自从你走以后，所有的快乐都是转瞬即逝，而不快乐却是那么的长久，难以消散。就好比现在，我虽然卖了很多很多的货，也赚了很多很多的钱，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。
这是真事儿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你们千万不要跟人说，别说少奶奶。哎，别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哎，少奶奶。春杏儿，哎，你去外面打听一下，看看那些职工都在聊什么。好。少奶奶，这个月的支出，这业绩远超我的预期。从开工到现在，一直是供不应求，无论是职工，还是供货的棉农，还是行销的客商，甚至连负责押运的马队，从中都收益颇丰。这份业绩，足可以让那些质疑机器织布多人产业的汉雷们闭嘴了。线下都还有这些言论？自唇王去世，某人封了御前大臣以后，这种言论就浮出了水面，甚至有甚嚣尘上之势。前些日子，我去找过沈星移，但他似乎不愿与我们合作。信不过我们？他似乎有别的想法。要救中国，必须变法。变法一说并不新鲜，连李大人的洋务总纲也是外需合融，内需变法。可沈星移口中的变法，似乎意在将整个朝政翻转。最近这种言论也颇多呀，听上去倒也不无道理。以李大人的才干和谋略，这一路走来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啊！就这些人还想一反手翻转整个朝廷，都是一些读书人的义气罢了。不过沈星移要是有这种想法，我们倒是可以好好利用利用。找时间，你跟他谈谈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采取一些手段，把他拉入到我们这边。这80万两利润，吴家就拿走了80%。这是当初招募股份时的约定，官股2成，商股8成。这吴家当初不过就是出了些银子罢了。这几年如果没有我们各种税收优惠和专利保护，我相信机器织布局不会有如此的业绩。但没有吴家，就没有机器织布局。上次机器织布局被砸之后，吴家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，再次投资，才得以让机器织布局重新开工。所以，吴家现在的收益颇丰，实属应该。现在吴家东院的大当家是谁？吴家东院的少奶奶周莹。一个女人。周莹虽说是一介女流，但是精明能干，仁义无双，天下少有。哦。我想私下里约见一下她，跟她谈谈。这个不难。周莹乃是剑内的堂嫂，让剑内安排一场家宴，邀请周莹出席，顺便也请师娘品尝一下剑内的手艺。这样安排最好。谣言，全是谣言。怎么了？他们说，现在泾阳到处都在传你跟赵大人有私情。我跟赵大人？赵大人这辈子最看不惯的女人就是我啦。可外面的人说，赵大人凭什么把这么赚钱的机器织布局的股份全部给你？就是因为跟……
少奶奶，咱们还是赶紧派几个人去泾阳街头给你证明吧。不用，可是这太有损你的名声了。我都是被陈过堂的人了，还怕这些言语？可是这些话，要是传到赵大人耳朵里，还有伊小姐耳朵里，他们会怎么想？少奶奶，少奶奶，有人送来一张请帖。依依妹妹才不会乱想呢，你看，她还请我去吃饭呢。玲珑，少爷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，让我看看你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这衣服怎么也破了？快脱下来，我给你补。哎呀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还说呢，当初走的时候，一个字都没有留下。老爷和夫人到处找你都找不到，我只好去老爷和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一个一个的问。我当时心里就想着，我1年找不到，我就找2年；2年找不到，我就找3年，不管多久我都要把你找到。不过，老天有眼，这1年还不到，就让我把你找到了。我走都走了，你找我干嘛？看你说的，我能不找你吗？好了，你现在找到我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。我才不走。你不走，那你留在这干嘛？伺候你啊！你荒不荒唐啊？你见过出来打杂的，身边还带个丫鬟的？那你以前跑街的时候，不也还带着天使和天玉吗？那是以前，我现在隐姓埋名留在这儿，就是不想过以前的日子。说了半天，你就是嫌弃我。不是嫌弃你，嫌弃我自己。少爷，你听我说，你看，你这衣服都破成这个样子了，也没有人给你补，你这房间乱成这样子，也没人给你收拾，你身边得有一个人照顾你才行。好了，你把我破衣服补好，房间收拾好，马上就走。好，那我明天再来。不行，你以后都别来了，而且你不准告诉别人我在这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3天来1次。不行。那我现在就回去告诉老爷你在这儿。哎，行，你1个月来1次吧。3次。你跟我讨价还价是吧？你相不相信我现在就把你撵出去？好了，您是少爷，您说了算，行吧？衣服能脱了吧？哎，我自己来。依妹妹，嫂子，哟，好久都没吃你做的菜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什么样子啊？跟你难道我还要见外？至于你们家那位赵大人，他早就拿我没办法了。怎么样？当了赵夫人，感觉如何？很好。他对你好不好呀？很好啊。那就好。他要对你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去骂他。老师，这边请。好。哎呀！哎呦，这赵大人，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客人。不必拘束，都是自己人。
这位是我老师张长青先生，这位是我师娘，这位是吴夫人。您就是帮我们联系二手织布机的张先生。哎呦，我一直都想要感谢你，但都没机会。今天能够见面，真是荣幸啊！张先生，张夫人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而吴夫人旷达潇洒，更是自成一格呀！啊！老师，请上座。好，师娘请。玲珑，我爹娘还有奶奶他们都还好吧？都好，就是夫人她想你想的都生病了。啊？生什么病了？严不严重？大夫说是气郁所致，前几天有些下不了床，不过这几天好多了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好了，穿上。我自己来好了。哎呀，还是我来吧。玲珑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呀？你自己算吧。我11岁的时候进的你们家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跟我娘商量商量，让她给你几十两银子，放你出去得了。又开玩笑。我说真的。你是不要我了吗？我是在为你打算。不是说好了要伺候你一辈子的吗？哪个跟你说好了的？当初买我进来的时候，那卖身契上不是清清楚楚的写着“生生世世为奴”吗？啊，你说那个呀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帮你改了不就行了吗？我不走，我要一辈子跟着你。你一辈子都跟着我干什么呀？少爷，你若收了我，我就是你的妾；你若不收我，我情愿做你一辈子的丫鬟。起来！你傻呀！我就是傻。真是一个没见识的臭丫头。我知道，我不如她，什么都见过，什么都经历过。但是，我愿意一心一意地跟着你，照顾你。玲珑，你若真跟了我，你这辈子就太亏了。玲珑觉得不亏。玲珑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出去找一个真正喜欢的男人，跟他生几个大胖小子，那才是你的一辈子。不，我是你的人，我绝不出去。你要真是我的人，就应该听我的，离开沈家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看看其他男人。可是，你若真喜欢我，就帮我实现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我的愿望就是，我们不务斋出去的丫鬟，以后都能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。夫人独立投资机器织布局，这份慧眼与气魄，我是非常佩服的。先生为洋务四处奔波，不辞辛劳，也让我十分佩服。我们志同道合，
全都是为国为民。来，五一，你我一见如故，来干一下。谢谢师娘厚爱。在我最初的设想当中，开设机器织布局，除了分洋商之利外，还有理想收入，其利润呢，着体几分归商，或是养船，或是练兵，或是继续开办公司，以求民富，实现国强。怪不得先生一直说机器织布局的建立乃是军国之利器也。今日不听张先生讲解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竟然做了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情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们都当以国家为重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就是今天这顿饭值得10年的书了。先生字字珠玑，我也感受颇多。来来来。哎呀，虽然是酒足饭饱，但是弹性却是意犹未尽呐。要不这样，我们移步书房继续清谈。好啊，走。请你们去吧，我在这里收拾。好，我也留下帮帮忙，顺便讨教几招。哎，对了，这一个糖醋肘子是我的最爱，你可一定要把它学到手哦。这边请。好。无意呀，我在家呢也经常做糖醋菜，可调出汁儿来的味道却比你差了很远。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诀窍啊？我哪有什么诀窍啊？不过就10个字。哪10个字啊？师娘，您记好了，就是1酒2酱3糖4醋5水。这是什么呀？就是1份酒2份酱油3份糖4份醋和5份水调制料汁即可。1酒2酱3糖4醋5水。对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，厨艺精湛，长得俊俏，瞧这脸儿。长得叫水灵。师娘，我用芋泥，是有几百年工艺的独有配方。哎，一会儿您回去，我给您带一些。真的？哎呀，那太谢谢你了。夫人，今日烦请白石邀你出面，除了表示我的感谢之外，还另有要事相商。张先生，请讲。夫人投资啊，前后不过30万两，这2年以来呢，获利已经高达180多万两，而官府呢，却只有区区的40余万两。是账目有什么不对吗？账目倒是没错，只是有违当初设立机器织布局的初衷。商家求了富，但是国强却遥遥无期呀。张先生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代表陕西官府，要求回购机器织布局的所有股份。老师，夫人啊，所有机器厂房都已经折损，但是我仍然愿意按照原价回购，再加上你这几年的获利，对你来说应该是很划算的。按照当初与陕西官府的协约，我们吴家至少还有9年的权益，所有股份才尽归官府。是啊，所以我现在是与夫人商量，提前回购。张先生刚才讲到，
外国所有的好，中国均可学之。依我看，外国最大的好便是守信中约。既然当初立了协约，还是不变的比较好。夫人，我刚才还说了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事关军国大事，一切都应该让位啊。老师夫人，兹事体大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有个定论，不如从长计议如何？张先生，今日既然提出这样的建议，我一定会好好考虑。只是，虽然这2年机器织布局收益不错，但筹建之初，也是熬过了许多艰辛困苦，还望张先生多多体谅。夫人应该知道，若非官府全力维护，机器织布局不会有今天的局面。你已经赚了钱，当该饮水思源，回报国家呀。可国家那么大，就缺这么点银子吗？夫人，滴水成河，只有人人出一份力，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改日再向张先生请教。告辞。易妹妹，我要先回去了。这么快就谈完了啊？张夫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一步。易妹妹，来。刚才突然来了客人，有几句话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了？什么风言风语？没听到就好，听到了也别信。我看你最近说了这么许多，是不是想家了？在赵家还习惯吗？我们吴家虽然也算是大户人家，但跟赵家总归还是不一样。你初来乍到，一定有许多不习惯的地方。不管遇到什么人什么事，都别往心里去。这人呀，都有势利的一面。你多花点钱，人家自然会想着你。要是钱不够了，让人来跟我支一声，我给你送来，啊。我先回去了，自己要小心啊。老师，为什么要突然间提出回购股份？不是突然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谋划很久了。可周莹不会答应的。哼，来之前我已经向朝廷禀报过了。如果周莹不肯就范，那就效仿轮船招商局排挤徐润和唐廷枢的做法，采用非常手段把周莹撵走。我们不能这么干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人家鼎力相助，现在人家赚钱了，就要把人家赶走，这不是属于过河拆桥吗？
我这也是为了国家。为了国家，就可以强取豪夺？周莹已经赚够了钱，赚多赚少那是他应得的。国家积弱，个人暴富，有何意义？您不是说了吗？以求富而实现国强。求富，是求国富，而不是个别商人的爆发。可这么做，有违良心。办大事，岂可拘小节？老师，这不是小节，这是原则。如果我们这么干，跟明理有什么区别？明理不就是这样榨取沈家的财富？明理如此，那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，而我是为了救国。那国家是什么？国家不就是一个一个的国民吗？我们打着救国的旗号，却干着伤害国民利益的勾当，这不是救国，这是误国。你怎么如此的固执？我们既然践行实业救国之路，那像周莹这样的人才，当然是大力倚重和呵护的对象。可你这么做，完全属于背其道而行之。朝廷已经这么定了，这属于大错特错。你如此不遗余力的反对回购，是不是涉及到了你的利益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要是有1分钱的私利在其中，我天打雷劈。既然这样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全由我来处理。不，我一定要阻止你这么做。你真是走火入魔了！我这是在维护公平。公平？你跟这个寡妇的私情，整个关中都传遍了。如此的护着那个寡妇，的确不是为了私利，而是为了私情。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周莹，千万不能答应他啊！我当场就已经回绝了，但只怕对方不会就此罢休。我跟你说，他如果来硬的，我就上北京去告他御状。老四，别冲动。周莹啊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看现在这情形，一股不让，只怕是过不去。我同意，花钱买平安。说实话，我们也有失误。这一次机器织布局挣钱，我们却没有上下打点。这一次张长青突然发难，我想啊，目的也在这儿。哎，二哥，那到底得多少钱呢？先问问赵大人吧。对，问他。当初我们为了凑这些谷银，我们几乎都倾家荡产了，他心里一清二楚的。哎，还有二哥，这一个女婿半个儿，这好赖也算咱们半个吴家人，对不对？这胳膊肘不能朝外拐呀。少奶奶，赵大人有重要公务，今天不见客。那麻烦你先帮我通报一声。赵大人说了，无论是谁，一律不通报。那赵大人今天是什么重要公务啊？我不能告诉你。陕西巡抚赵白石3年前招募陕西机器织布局商贾，营私舞弊，将所有股份悉数出售给泾阳梧州市，并从中渔利，着令刑部侍郎纳同彻查，据实回奏，钦此。起来吧。赵大人，还有什么话说没有？我只有4个字：无稽之谈。老爷，张先生来了，在书房。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老师，
陕西道监察御史上了一封密折，皇上和太后看了以后很震怒，把这事儿交给了贝勒爷。贝勒爷于是派纳童来查。让他们查吧。当时幕府的所有过程都是公开的，泾阳人人都有目睹，一问便知。只怕纳童还没出京呢，回奏的折子已经写好了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上密折的察哈尔是贝勒爷的表亲，查案的纳童的爹从前是贝勒爷的手下。你想一想，会是什么结果？身正不怕影邪，除非他们想颠倒黑白。黑白根本无用，现在是对方想处心积虑的掀翻你。大不了就不做这个官呗。糊涂，在其位才能谋其政。居庙堂之高和居乡野之远，这有天壤差别。你若还心存报国之志，就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厉害。老师教训的是，事情虽然急，但是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。贝勒爷权势熏天，我们还是可以抗衡的。有一件事情，你必须马上着手去办。何事？把陕西机器织布局的股份全部收回，并且要快。这算是条件吗？老师，我已经为你不遗余力了，你总该报效一番吧。如果我要是做不到呢？你必须做到。只有你把机器织布局的股份收回来，我才有把握把这场风波消于无形。你要是做不到，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。你只有收回股份，那就是立了大功一件。老师，我甚至可以保你上到陕甘总督。老师，我是爱才的，但是我爱的是可用之才。你要是桀骜不驯，不为他用，那老师我也只能是坐视不管了。老师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我们非常有缘，因为你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加在一起，一清一白，恰似做人，就当净白如石，风骨长青。是，我是说过。那您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，又算什么？我是在帮你分清形势。时局复杂，人心叵测，只有背靠大树，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大树，在我入仕之期，我就立下誓言，绝不结党，绝不营私。白石啊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官场磨砺，你竟然还如此天真呢？你真的以为这个世上就是黑白分明吗？我告诉你，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。都是浑浊一团。就算这个世上全是浑浊一团，但在我心里，至少是黑白分明。水至清，则无鱼。先生，多说无益。我已经决定，你一意孤行，到最后。你将一无所有。送客。我倒是真的没想到，贝勒爷这次会叫你来。这是我主动跟贝勒爷请的差事。京城啊，我待腻了，出来看看风景，顺路看看老友，这多好。咱们兄弟俩有几年没见了？ 3年了吧？
每次我都是看着阿坤回去复命，就是一直没见着你啊。哎，对了，我临走之前啊，贝勒爷告诉我，那复命的折子已经写好了。但是如果你还有更多证据的话，那样就更好了。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是泾阳10多位富商联名状告赵白石假公济私，扶持吴家，打压他人。挑头的这叫沈四海，没错，沈四海是泾阳十分有名的富商，而他平时性情宽厚，可是这一次连他都看不过去了，可见赵白石真的是惹了众怒啊。行，那这个我先收下，回头一块帮您递上去。够不够？如果不够，我再想其他办法。够，太够了。光绪19年4月初8，奉赵白石在陕西兴办陕西机器织布局，擅权渎职，致民怨沸腾，现将其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资，据吏部遵旨，将赵白石一以革职，实属纠所应得。赵白石着诏不议革职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小心点，放那边。经过1个月的加班加点，这一批货马上就完工了。放心吧。好。赵大人，赵大人。机器织布局会办梧州市何在？是我。还不出来迎接卸任陕西巡抚？陕西巡抚董廷旭，董大人到。落轿。大人到了。你就是机器织布局的会办梧州市？是，见过董大人。打今儿起，我就是机器织布局的总办。你作为下属，需事事向我禀报，待我同意之后方可定夺。是。这洋人的机器都在里边。董大人，里边请，您一看就知道了。梧州市还不赶紧进来为大人解说一下机器？啊。我真没想到，这次扳倒赵白石竟然这么容易。按理来说，他是有后台的人，他后台怎么也该保他一保啊。可没想到，他后台竟然顺水推舟。哼！哎，沈老板，这可是京城的吃法啊，跟泾阳大不相同啊。是。怎么样？好啊。我告诉你，贝勒爷最好这口了。是吗？好吃。杜老板，贝勒爷如日中天，那些人也应该识时务吧？还真不是。
那些人虽然这次对赵白石见死不救，但是他们对机器织布局可是死死地握在手里啊。他不仅让他人接了陕西巡抚的位置，还把机器织布局总办的位置也一并接了。听说那机器织布局去年的纯利是80万两银子。什么？80万两？那下一步，我们不仅要把那寡妇给打倒，还要找机会把那机器织布局给抢过来。这些东西看着慢慢搬，如果实在装不下的，就可以不要了。是。赵大人，夫人，我可以为你作证。做什么证？当初募股之时，我绝对没有贿赂你，而且是整个陕西都无人认领这股份，最后才落到吴家的。他们要的不是真相。如果是因为机器织布局利润可观，招人妒忌，我可以将我手中这80%股份拿一些出来，用来打点上下官员。他们要的也不是这点银子，是整个机器织布局。就因为我不同意回购，才连累了你吗？我此次被革职，是遭人暗算。谁呀？北了爷。是因为我吗？你太高估你自己了，北了爷可能都不知道你是谁。他们认定我是李大人的人，所以要清除异己。这老爷和少奶奶都聊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他们都聊什么呢？这是你该管的闲事儿吗？张长京对机器织布局是志在必得，我有一种预感，他们下一个针对的就是你。当初签了协约，盖了大印，他们拿不走机器织布局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徐润，我既未滥用资金，也未任人唯亲，所有账目都是清白的，也没什么股权交易。他们拿不走机器织布局的。我又何尝有把柄？大不了，这机器织布局我不要了。不，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，即便是要放弃，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得逞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水也不烧，柴也不砍，桌子也不擦，院子也不打扫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是杂役，不是学生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去打扫院子？啊！下一个。放着好好的沈家二少爷不当，来这里当下人，还被人喝来骂去。你说，你到底图什么呀？我图个心安。连爹都不叫一声。爹，我们爷俩好好聊一聊。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你这样作践自己，就是为了跟我赌气？赵白石已经被革职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前几天。因为什么？以权谋私，把机器织布局的商股全都给了吴家。这种理由也有人信啊？
泾阳商家联名上书，不由得不信。商家是谁啊？不会就是你吧？又是杜明礼支持你那么做的，是不是？栽赃陷害、弄虚作假、颠倒黑白，爹，还有什么坏事是你做不出来的？爹，我错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会劝你跟杜明礼分家了。因为我看得很清楚，你跟杜明礼根本就是同一类人。星儿，这个世上没有黑白，只有阵营。如果你不想被对手打败，只能选择杜明礼。我之所以不择手段，只不过是为了能活下来而已。你不用那么卑鄙，一样可以活下去。我停不下来了。爹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星儿，爹再坏，也是你爹。回家吧。我不回去。爹老了，很多事情管不过来了。如果我今天跟你回去了，我这辈子都办不到杜明礼。你知道杜明礼背后的靠山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呢？只要找准时机，哪怕他是王公，哪怕他是贵族，我一样办得到。你要干什么？变法图存，改变中国。爹，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我能做得到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啊，那我让千红来陪陪你。不用，我在外面透口气就进去。啊，少奶奶，这棵树不太安全，明天我让人把它砍了。别砍，千万别砍。